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建模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然后它的上路对线情况，这边可以看到焚天这件装备加强了它那个就是它是这样子，它的恢复效果是你生命值移损失生命值越多，你那个恢复的是越多嘛。然后它加强了移损失生命值的那个百分比，而且焚天也不算是特别贵的一件装备。总体来说，感觉这个赛季这个版本玩着玩着，大家就发现，不像。就是大家的那种叫什么拉扯或者说去秒对方这个伤害，只要不是说太离谱，就经济差太离谱的情况下是没那么容易秒掉对方的。但如果说你是个愣头青，你一直冲拉扯都不会拉扯的话，那只能说，那你的分段估计也不是很高。就玩游戏一定是要把对方技能骗出来以后。再想着去上，除非说你经济真的很好，你是个杰或者是只狗，能秒掉 C 位再说，对吧？一般像这种有一些稳吃的控制你躲不了了，你就利用一些，比如说你是万豪或者说像是建模这些有这种已经释放出技能不会被打断的，虽然说你还是会被击飞，但起码你在击飞的过程中一样是给了伤害给对方，这种整体来说就不算特别亏。然后你控制结束，对吧？你可以第一时间也是可以直接反打的。这边回家。把这个破甲鞋做出来，现在建模都是做破甲鞋。这野区被抓烂了都，开大灭上来，哇！这旁边有个塞恩真的很烦，直接交闪现跑。这局还真有点难打。对面。奥恩玩得很好，这局主要是给大家透露一下他这局整整打了26分钟，27分钟，一般很少见会打这么久的。我有一次打了30多分钟的，我天！但他这个27分钟有点久。这么搞的话，我待会得暂停一会儿，是吧？但你们听的时候肯定是不会暂停的，我得去装点水喝一喝。现在口干舌燥的，才是第二个视频第一个视频是那个复仇之矛。你们会不会觉得听我的视频就是比较有生活气息在里面？就我有时候会觉得，我后来才反应，就是说其实。像我这种的去解说的话，可能不是说很高端，也不是说学的东西非常非常多，但是呢，起码就是怎么说呢，话多，然后会就是说都一直讲下去，然后密度比较多的话，可能有一些东西你们也可以去思考。然后再去想一下我前面说的对不对，是吧？反正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如果说要写个稿什么的话，其实很简单。我跟你说，几分钟说完一个视频，甚至都不用说去要整体讲下去。奥恩这英雄你只要会玩奥恩很难被单杀的，而且他前期就很肉，
不像蒙多啊，或者说像塞恩啊，他前期是没有太多的反抗能力。你看这边奥恩 W 只要 E 技能是吧，撞起来又有一次破甲效果 ，W 喷出来也有一次破甲效果。你看他头顶上，这边的话，对面打野就跑过来了，给点燃，想烫的话有点难。这边击飞打断他的大招，但还是吃到了这个大招伤害的，跑不掉的。W A 一个 Q A W， 哎，杀不掉。哎，说实话，这边难受，对面也难受。这边难受的是什么？两坨大肉杀，怎么杀都杀不掉。但这边对面难受的是怎么就是抓半天都抓不死。但最后还是这边打到自己心态有点炸。我看他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一直来搞他嘛，而且两个肉。就有个点，就是他现在就是队友的优势是没有的，然后他想要打出优势，他一定是要把对方单杀，或者说吃更多的塔皮。但反倒是对面的奥恩吃塔皮吃爽了，带了爆破的。这局整体下来，其实已经是有点劣势有点严重。上路打不开局面，然后轮子妈这英雄说实话，版本垫底，真的是版本垫底。虽然说他的胜率不是最低，但他首先他一个登场率就不高，这英雄大家都不会拿出来玩。就他放个大招，整体就没什么用，那甚至连收割都不好收割，做不到的。轮子妈这个英雄现在有西维尔。轮子妈啊，就是说的这个西维尔，这是他的一个外号。对面，一成吨的控制啊，又恶心，被玩到死，真的是。但其实这局就还好，反正这一条龙拿了，整体来说后续的小龙压力是没有的。水龙一拿，对吧？对面就算拿，很难说去控到整条龙。就算你现在拿了，或者说有优势的情况下，有时候你为了大龙，你有可能放掉这个小龙。像这个上路塔的话，其实也能给啊，这个塔应该是也实守不了了。对面奥恩是做什么装备啊？没有看到。还真不好杀，太恶心了。奥恩做的是冰拳，还很克制哦。冰拳加这个小反甲，剑魔怎么打得动？打不了啊。这边队友没来，但能活下来。哇，这龙王，哎。0-3了，哎，这就是常态，好吧？对面也是不错不弱的啊，这就是英雄联盟现在的常态。哎，其实我怀疑，我现在觉得就是他应该是又重新搞数据了，就是那个 EOO 就匹配机制，估计是前期他又重新清库了，然后前期的匹配机制真的是很恶心。现在的匹配机制嘛，我感觉随着时间往后拖，就估计是积累了一些数据，它可以做分析，然后它的机制又调整了一些。虽然说还是有点恶心啊，但看起来是有点效果的。但说实话，还是那句话，策划好像也不是怎么玩游戏的，就只看数据是吧？
这局是有点难玩啊。这里第2件的话是做大穿甲，为什么对面太右了呀？你做第2件做那个纳什之牙，对面的护盾其实就还好，不是说特别多。这个射手应该是回去那个吃回推线的，你看辅助都很懂。我跟你说，这版本能掏出西维尔这个英雄的人，脑子都是有点问题的。我就这么跟你们讲啊，不要想那么多。你这局如果你看到有西维尔队友，你看到他打倒给你个 buff 是吧？然后你就可以了，这个人你就当个小兵就行了。没有输出能力，没有收割能力啊，没有自保能力，开团一不小心他就是最先死那一个。这里男刀给了信息过来，主动先上，但男刀后续伤害秒掉了。这边有点难杀，太难了。龙王天铺打出来了。对面努努跟这个奥恩。我也知道这局为什么能打这么久了。你看这射手 A 2下，他又必须得靠过去，然后直接被击飞，然后他残血了。还好剑魔这边硬是在前面硬扛，而且这时候他对面是掉点的，对面卡莎是叫什么？卡莎是已经掉了的，所以对面等于就是没有太多输出。赶紧推塔吧，吃点经济回来。赏金都出来了，但男刀去带能带一座塔的话，赏金塔的话是赚的，2座赏金，2个战略点啊。这局有个点好难黏住对方，所以这个说实话，这局到这个时间点想拿资源还真不好去抢。这个风女干嘛硬去吃这个努努的大招？而且努努的话怎么说呢？虽然说他伤害不高，但他 Q 技能配合惩戒，他那个斩杀线还是蛮高的。这边抓到个机会，想要去打对面射手，但是你看人家会玩的前排啊是这样子的，你看没有？你越过了去玩，我回头就来找你，我又不去找那个叫什么，不去找你的队友了。这种对于去切后排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你看已经0-4了，但这局他是 MVP， 不要着急，慢慢来，其实他已经这剑魔这边的话，有个点就是没有优势而已，就是在线上没有打出优势，一直被对面打野针对，然后对面的双人路很舒服，因为为什么？他对线的是个轮子妈，西维尔这个英雄，就算他拿到人头拿到经济，我跟你说，我现在对这个英雄啊，这版本我以前版本我不提，以前版本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很不错的，特别是有剑盾的那个那个版本啊。盾弓叫做盾弓，不叫剑盾，说错了。但这个版本巨垃圾，你们要是有说觉得玩的好的，或者说推荐出装的，你们可以告诉我一下，我去了解一下。但是没有，那我就认为它是个垃圾。现在我的这版本就是垃圾到爆炸。好了，这边的话打了一波很好的团战，但队友的话，这边1打3打了半天，已经杀掉一个了，后续队友不在啊，西维尔硬是追到那里才追到了。就这里就可以看到啊，剑魔的数值还是在那里摆着，他开了大灭以后，这套数值这个爆发输出啊，太变态了。
E 技能 AEA 是可以那个重置普攻，所以有时候你要是他那个血量差一丝或什么的，你就可以利用 E 技能去重置普攻，让你的短期爆发伤害提高一些。对方传下去了，这条小龙的话没必要抢了，反正都没有龙魂的，你反倒是去为了拿这条龙送2个人头是吧？掉点了，这条大龙肯定就是拿不到了的。我这边男刀掉了，天哪，赶紧走！对面已经往这边靠了，对面辅助能敢这么回头，肯定后面有人的。这边没有大灭，没有大灭的话完全打不了。这个杰斯伤害爆发很高，现在只能跑。现在，但对方一个 Q1 命中，然后闪现 Q 没有追，好吧，只剩下剑魔了。我看这波怎么去守吧。有大灭的，对面兵线没有大龙 buff， 要有大龙 buff， 这局应该是真输了。这边塔的话没有护盾了吗？守住了，男刀做切入，1人秒一个还行。对面推完高地不应该直接推啊，太想赢了。还好男刀这边复活了，不然的话家应该是没了。对方少人，大龙他们打不了。QW 命中，拉回来能打。哎呀，对方交闪了。那交闪是好事。这边剑魔肯定是在上面看，然后下面的话队友看能不能打龙。那龙王回家啊？还回家吗？肯定回不了呀！这波团是必须得现在再打。那行，这边的话直接把对面2个秒掉了。龙王是想回家守塔，但高地没了。这局好像要翻了，我天！这边你可以看到他经济已经起来了，捡了大人头以后啊，是吧？他中间是一直有在刷经济，你别看他一直在打架或者说在干嘛的，但他经济是一直没有落下。这边去边带，你小心，这时候一定要小心队友的方向和对面如果一直不入人头，你推到一定的情况下，你就不能再往前走了。但男刀往这边靠，那可以往深入去推进。男刀已经入侵了对方野区的，这里利用大龙 buff 的小兵去推掉2塔。对面打野在这。一技能拉过来，可以看到啊，这边剑魔，就比如说你不好打的情况下，可退可进的情况下，利用 E 技能贴墙是吧？然后跑开就可以了。这条大龙的话，推不了太多的东西啊，还是回头拿这个远古龙。但对面杰斯来了，大刀一撞，没什么东西出现。这时候一定要找人打架，有远古龙，这样远古龙和大龙 buff 2个加在一起，等于就是多一件装备的。这里面这个剑魔是有点烦这个打野的啊，但这打野这样子是跑不了了。哎呦，给跑了，这么变态吗？
这边穿墙去追，有点上头，但没关系，不让他走，烫死了。哎，气到直接拿闪现过墙了，你知道吧？为什么？因为前期被针对的就是被这个露露一直针对啊，然后他现在一直在骂这个对方打野啊，露露。这一局还推不了的，必须得等这条大龙啊。其实可以利用这个大龙来让对方跟你强行打正面团，因为你手上有远古龙的。只要不掉点的情况下，你有远古龙5打5，你的胜率是起码70%吧。这种军事局的情况下，这边已经有一点有优势了，不能说是军事局了，小优。滚手球滚起来了，这远古龙有点10几秒啊，必须得利用这个远古龙先耗一下对方血量。诶，能斩杀，收掉了，可以。后面有个奥恩的，其实可以回头打奥恩。那这边硬追，能追死。Q 收掉。哎，说实话，这么硬追，这两个人。哎，有闪现不早我教，现在才教我，这真的。哎，但是有个更傻的奥恩，我去，笑死我了，两个呆瓜。大龙好像还不一定能一波，主要是有点你可以看到他这里面团战啊，希维尔是就是他只要保证一个安全位置，他是可以不用死，但是他想要打输出的话，他就一定是会吃伤害，因为他手短。第二点呢，好吧，队友就已经挂了，不是吧？拿了大龙。还没有什么用，哎呦，这里一个 Q 闪失误了，完了，复活甲能活吗？活不了了，应该。哦，这希维尔有点伤害了，对面硬扛塔是吧？坏起来了。刚刚那波其实队友已经掉了，他不该回头这么去打。对面肯定都在远古龙，得小心一些。这里的话浪费了个复活甲，刚买的复活甲就得卖了。Q 一定要秒掉对面 C 位，没压起身，我天，还好后续补上伤害。W 难道在旁边骚扰？这个时候的剑魔伤害肯定是够的。但好像还是没压到那个起身啊！对面怒怒已经放弃挣扎了，必须得去清线，不能让那条边路又掉了。中路没关系，但
这边起码还有个高地啊，得让射手去排一下，清一下就行了。应该不会被一个卡玛抢了吧？不太可能。这里嘛，可以把复活甲给卖了，把复活甲卖了以后，啊，换那个双生花，要有一定的坦度。对面太肉了，主要是你要处理对面的前排是吧？有做一件肉装，那纯活击力，而且你这里面做多兰盾的话没什么用啊，对面没有暴击伤害。你像杰斯都是穿甲，然后对面的卡莎是混伤，是吧？特效装备，一个 Q， 一个 Q 按 A 4，打到后排，剩一些永恩跟的对面的谁啊？努努，那游戏结束，那行，第一局啊有惊无险的给拿下了，后面还有好几局，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